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记录了耶稣复活后第3次向门徒显现的故事，地点是在加利利海。这次的相遇充满了温暖与关怀，甚至还有一顿神迹般的早餐。彼得带着其他门徒去捕鱼，但折腾了一整夜，却一无所获。他们不只是单纯的捕鱼，更像是回到过去的老本行，仿佛耶稣不在时，他们只能靠自己生活了。清晨时，有个人站在岸边问他们：孩子们，你们有鱼吗？他们回答：没有。耶稣说：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结果他们一撒网，竟然捕到了153条大鱼，网都快拉不上来。当门徒上岸时，耶稣已经生好炭火，准备好鱼和饼，温柔地对他们说：来吃早餐吧。这是一顿充满爱与安慰的早餐，象征着耶稣的供应与邀请。志豪是一个年轻的创业家，他曾经怀抱梦想，创办了一间科技公司，希望能改变世界，但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。资金短缺，客户流失，竞争对手崛起，他的小公司陷入困境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坐在办公室，望着桌上一大叠的账单，深深叹了口气：我努力这么久，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也怀疑神是否真的在他生命中掌权。或许该放弃了吧。志豪决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，参加一个创业竞赛，希望能获得投资。但准备的1个月后，他收到的回应是落选，连这最后一搏都失败了。志豪苦笑，觉得自己就像个输光了一切的赌徒，根本没脸再去祷告。他打开手机，看着朋友们的成功故事，心里越来越沮丧。神啊，你真的在吗？就在他打算关掉公司，回家找份普通工作时，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：志豪，我是那天竞赛的评审之一，我虽然不能投资你的公司，但我很欣赏你的想法。我有个朋友正在寻找你这样的技术团队，你有兴趣谈谈吗？志豪愣住了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见了这位投资人，对方听完他的计划后，竟然当场决定投资。你的技术很有潜力，你只是需要一些帮助。志豪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他回到公司时，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感动。他想起了母亲曾经告诉他的话：当你觉得一切都结束了，神的安排才刚开始。几个月后，志豪的公司终于站稳了脚步。他站在办公室的窗边，看着熙来攘往的人潮，心中满是感恩。神真的没有放弃我。那天晚上，他打开圣经，正好读到约翰福音21章。他惊讶地发现，门徒们在没有耶稣的指引下捕鱼，努力了一整夜，却一无所获。
但当他们顺服耶稣的话时，神迹就发生了。他忍不住微笑，对着天花板小声说：主啊，谢谢你没让我一个人面对。门徒在努力了一整夜，却捕不到鱼时，耶稣就在岸边等着他们，用爱和供应安慰他们的疲惫。这不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经历吗？我们有时候像彼得，拼命想靠自己的努力，却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但当我们回到神面前，他已经预备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并温柔地对我们说：来吃早餐吧。或许现在的你正处在人生的低潮，精疲力尽，觉得一切都结束了。但别忘了，耶稣已经在前方等着你，准备了一场美好的翻转，要你重新得力。不要害怕，来吃早餐吧，这是神对你最温柔的邀请。愿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，学会放下自己的努力，单单信靠那位早已在岸边等待我们的主。